事情最开始发生是在5月20日，当时美军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闯入我国西沙群岛。当时我国对外通报的消息是，美军驱逐舰在遭到我军054A 型导弹护卫舰拦截驱离后被迫折返，而美国在当天的对外说法却是威尔伯号任务结束，自行返回港口。这两个说辞有着截然相反的两种含义，成为了很多人关注的焦点。关于美军说法有什么内涵，我们后面再说。先来说一下我国卫星发现到的事实。在5月23日，我国智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2张卫星图片。从卫星图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美军的威尔伯号在最开始一直是一个以直线方向进行航行，而我国的054A 型护卫舰在发现敌军后一直保持1.7千米的距离进行追踪和监视。等到威尔伯号进入我国西沙群岛海域时，054A 型护卫舰果断以一个战术动作右转，将90度的直角直接向威尔伯号逼近。在意识到状况不对后，美军威尔伯号不得不紧急左转撤离。有观察人士就指出，我军054A 的这个战术动作并非寻常意义的转向，在外线位置右回转的同时突然提速。这时的威尔伯号意识到问题，也紧急转向，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此时就形成了一个054A 追尾威尔伯号的局面，而后者还来不及提速。就战场实际情况而言，此时的054A 可以随时动用舰炮展开攻击，而威尔伯号却无法有效攻击到054A， 除非后者直接动用导弹，但这显然与当前中美维持的对抗局面不符。而且当时054A 已经提速的情况下，如果美军威尔伯号不走，很快就要面临我军的近距离炮击驱离的情况。因此可以说，美军的威尔伯号是被我军的一个战术动作给吓退的。这张卫星图片也是直接用事实打在了一直否认被驱离的美国人脸上。说完了打脸情况，我们回到上面提到的两套说辞背后含义的问题。美国人之所以多次否认自己被驱离，核心问题就在于关于西沙群岛归属的问题。美国人为了在南海挑拨是非，多次否认我国对于西沙群岛的所有权。而这一次的情况是，如果美国人承认自己在西沙群岛被中国海军驱离，那么背后的含义也就意味着美国人是承认了西沙群岛归属中国，是自己闯入他国领海才会遭到的驱离。美国人否认被驱离，则代表着美国人认为自己是在自由航行，和中国没关系。因此这才出现了当前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公告消息。而这一次我国卫星用事实打了美国人的脸，本质上也是用美国人的撤离来逼美军承认西沙群岛归属中国。在未来关于中美在南海的争端发展，类似的事情可能会继续出现。在美国掀开反华大戏之际，日本再次暴露作为美国跟班的本质，在第一时间选边站不说，还在菅义伟担任日本首相以后，甘愿搭上美国的战车，在多个问题上对中国发起挑衅，包括南海、东海，甚至是台海。这个作为美国爪牙的国家，如今更是不满足，近日还在拉拢印度联合对抗中国，如此积极向美国表忠心的熟练操作，可以说是一气呵成，堪称美国马仔之楷模。当地时间19号，日本国会参议院批准了日本和印度签署的军事合作条约。随着日印两国间此次军事合作条约的生效，日本和印度在军事上的合作必定会进一步加强，而双方的关系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升。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前日本刚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法国签署了相关条约，这没等喘口气，日本就立即开始张罗下一场，足以体现日本狗腿子的本性。换句话来说，如果美国是在主持大局的话，那么日本就等同于包揽了接下来所有的部分。如今日本拉拢印度，也不难看出是在为美国办事，毕竟美国一直以来都希望能够拉印度入自己的阵营。至此，印度媒体也积极回应。实际上近段时间以来，该国媒体就像是打了鸡血一样，把目光放到了边境。印度军事人士在当前国内疫情严重之际，再度访问边境不说，还在边境地区开展了基础设施建设。此前就有分析人士指出，印度又是想在边境搞事情了，不排除中印两国矛盾再起的可能性。倘若不是为了在边境挑事，印度不会在国内疫苗都不够的情况下，还为印度陆军北部战区接种疫苗，甚至取消非紧急休假等措施，以确保一线部队不受印度第二波疫情的影响。此外，莫迪还在大量购买武器装备，计划购买韩国韩华防务公司的 K2116
105轻型坦克，与美国达成一项约24.2亿美元的军购合同。这一系列危险举动，说是为战争做准备，也毫不夸张。加上日印如今的狼狈为奸，不难看出战火正逐渐逼近中国，边境局势将再次升温。可就算是这样，我国会害怕吗？倘若如外界猜测的那样，日本和印度想靠人多势众吓唬中国，又能掀起多大的风浪？中国不惹事也不怕事，真要是惹怒了中国，印度根本没有机会像现在这般跟我国叫嚣，同样日本也没有资格。历史上的日本有多惨，现在只会更惨。想用叫板中国的方式向美国示好，不仅不会对中国构成威胁，反而会让美国人瑟瑟发抖。之所以美国不敢单打独斗，就是因为对现在的中国有所忌惮，一旦中国出手了，认怂的绝对不会是中国。近日，澳大利亚助理国防部长安德鲁·海斯蒂再次叫嚣与中国开战，还称是为了捍卫澳大利亚的安全，所以才要与威胁澳大利亚的集权国家战斗到底。说实话，这话说出去，在没有提到中国之前，绝对没有人想到澳大利亚这番话指的是中国。谁能想得到中国是如何威胁遥远的澳大利亚，又如何实行集权的行为？这着实令人费解。不过随后这位高官在呼吁后，还朝着所有支持他的民众发出了一份邮件，就把自己的最终目的暴露了一目了然。据媒体爆料，海斯蒂在邮件中宣称自己正在筹集战斗资金，大约需要13.5亿澳元，也就是人民币大约17.5亿左右。而且这位澳大利亚国官正好在面临选举的关键时刻，所以这样一来，不仅能拉选票，还能筹集为自己的选票兜底，多余的钱还能利用外用。好家伙，还真是一条致富之路。早就已经损失惨重，不敢再出来跳脚的澳大利亚，为什么又突然跳出来叫嚣与中国开战？最后的目的却是要钱，这波操作果然骚。不过画虎不成反类犬，自以为找到致富密码，却不知终究是跳梁小丑。美国常年把中国威胁论放在周边，以此来达到自己要钱的目的，而这其中的佼佼者就是印太司令部。甚至上次美国的非洲司令部也提交了一份威胁论的报告，最终目的也是要钱。而且这么多年，美国上上下下各方面都用这个借口着实达到了不少目的。不过美国能达到的目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美国内部洗脑太严重。大家都知道印度洗脑很严重，但是印度洗脑的是自己很强大很牛，而美国洗脑的却是编造的中国各种不好，所以这么多年美国才能够用这一点达成目的。而澳大利亚国内对中国有好感的人并不少，同时澳大利亚国内也有不少聪明人，就比如上次澳大利亚政府叫嚣武力参合台海，还要对华发动战争之类的，结果却有不少媒体学者发文章批判澳大利亚。而且这次因为澳公安的行为被曝光后，当即就有澳大利亚网友在网上评论，不思考挽救澳大利亚年轻人的生命，反而要求发动战争，这种人根本就不应该进入议会。还有一位澳大利亚网友表示，与中国发动战争不仅是愚蠢的，还是疯狂的，美国也不会帮助澳大利亚。当然有反对的，自然就有支持的，但是这些声音已经渐渐被更多的理智的声音所取代，因为中国做了什么大家都能看到，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做了什么大家也能看到，一对比自然就高下立见。就像是最近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表示，西方国家应该谨慎行事，不要激怒中国，不然后果将会很严重。近日，韩国总理文在寅去美国，和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进行会晤，而上一个在这里和拜登见面的还是日本首相菅义伟。当时在会晤结束的双方联合声明中，就大量提及了关于中国问题。而这次文在寅赴美行程即将结束的时候，美韩两国的声明中同样也出现了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和维持南海的航行自由和飞行自由。至此不得不让人怀疑，难道韩国的立场改变了？美国拜登的反华包围圈最后一个口子也要圆上了。韩国自从拜登上任以来，对美国的拉拢就一直保持在中立立场上，虽然和美日等国家也会联合演习，各种合作也不曾少参与，但是一旦涉及到中国，韩国就立即止步，以至于拜登最早预计的反华包围圈一直都欠缺了韩国这道口子。记得3月份美韩2+2会谈结束后，韩国外交部长官郑义溶还斩钉截铁地表示，韩国坚持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中国和美国在韩国同样重要，如今却在美韩联合声明中明确写出了有关中国的问题。
据相关媒体报道，这次文在寅赴美相比当初的日本获得的接待等级更高，在白宫待的时间更长。据统计，文在寅在白宫与拜登会晤时间长达171分钟，接近3个小时，比美日会晤长了半个小时。而文在寅和拜登1对1会谈也长达37分钟，是和菅义伟会谈时间的2倍长。从这一点来说，美国这次邀请文在寅花了这么大的功夫，所打的主意自然不小了。既然如此，那么美国要付出的也不小。韩国和美国签订了韩美导弹协定将终止，这对于韩国来说绝对是一个相当大的好消息，因为从此之后，韩国在导弹领域将没有限制。而韩媒也称，韩国将会研制射程超过800公里的导弹，这里就比较耐人寻味了，因为韩国这一旦成功，中俄将都在韩国的射程范围之内。除此之外，韩国希望的美国疫苗能够多给一些给韩国，所以拜登还同意了在韩国生产的美国的疫苗。同时，美韩军事同盟将会更加紧密，韩国和美国军演次数也会增加。这次拜登放出的诱饵确实挺多的，正好也都切在了韩国需要的点子上，让文在寅可谓是收获颇丰。所以文在寅将会如何选择？目前韩国对外的口风依然是暂时不会参与中美竞争，但是有分析人士表示，明年才是关键。拜登这回是放长线钓大鱼，文在寅任期只有1年了，在下一年的时候，韩国将会面临换届，到时候韩国还能不能保持现在的立场，就有待考虑了。